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觉得现阶段我们在选车的时候，好像有点被时代和环境推着走？就我们买一台车，要觉得这台车要大、要实用、要能兼顾家庭，但是呢，有的时候又会觉得是不是有点太迷失自己了？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30岁上下，既要兼顾家庭，又不甘心完全奉献自己的年纪。哎，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款车，它很大，它能装下你的全家，但是呢，方向盘一转，又能让你瞬间找回自己。这台车就是领克10 EMP。很多朋友啊可能会想，那这台车是不是 Z10那台纯电车的插混版本？但其实我们展开分析一下，你就会发现它其实真的算得上是一台全新的车型，因为它不一样的地方真的太多了。首先，它的架构是来自于 CMA Evo 架构，其次呢，动力是 1.5T 发动机的 EMP 动力，混动动力啊。那第三就是它车内有很多配置是更强调于家用和舒适的，比如说有冰箱、有小桌板，而且它的造型也非常运动。你看有这个熏黑的前铲、侧裙，还有后面的鸭尾，尤其是你看一下侧面，它的这个溜背的造型，就是既能兼顾2排的头部空间，又能兼顾一些精致的设计。而且这台车还有2个很大的重点：第一，全系标配4驱，这个就强调了它的整个运动和操控的性能；那第二呢，就是你看头上这个激光雷达也是标配的，这也代表了它的一个智能化的表现。所以今天我们就一条视频来了解这台车开起来到底怎么样。提起领克，我们觉得它的车肯定是要我们自己开的，而这台10 EMP 上手之后呢，你也会觉得不负众望，它真的就是你一开就能感觉到是一台驾驶者会非常喜欢的车型。即便它的车长已经超过了5米，但是你不回头看的话，你根本感觉不出来这是一台这么大的车。无论是你在转弯的时候，还是变道超车的时候，整个车辆的跟随性，它的尾巴没有多余的晃动，非常的跟手，就是很灵活的那种感觉，而且整个底盘也非常紧致。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它的底盘硬件是前铝合金的双叉臂加后5连杆，而且加了一个 FSD。它并没有给你去卷什么 CBC 啊、空悬啊，领克就是用这样的硬件加上它的赛道基因和它的调教经验，给你做出来一套这样让驾驶者会越开越爱的驾驶动态的感觉。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代，以及面对这么大一个尺寸的车型，你能有这么的跟手让人上瘾的这种驾驶感觉，其实还是一件挺难得、挺奢侈的事情。另外呢，再说一下它的动力，0-100加速5.09秒，它是标配了4驱嘛，这个动力响应肯定是没得说了。但是呢，它的亏电油耗只有4.2升每百公里，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它能够让你的动力是4驱，但是能耗只有2驱的标准，就是说它的后电机是一个可以完全解耦的电机。我们在加速的时候，或者说超车的时候，它是可以用4驱的，但是当你巡航的时候，它就可以切换到2驱。而且进入了2驱的状态，它的后电机完全解耦，这样的话就相当于给后轮挂了一个空档，它不会对你造成任何动力上的拖拽。还有呢，就是当我们中速或者中高速巡航的时候，进入了发动机的最高效的区间，它也可以直接发动机直驱，这样的话燃油经济性就更好了。另外呢，它还有3档 DHT， 所以说整个开起来的动力是非常丝滑、非常跟脚的。再说一下它的纯电续航有2个版本，分别是120公里和240公里。匹配的电池呢都是磷酸铁锂，但小电池是宁德时代，大电池呢就是衢州极电的神盾金砖电池了，大家可以按需求去选择。辅助驾驶我们今天其实也浅浅的体验了一下，毕竟硬件它标配了激光雷达，而且呢芯片还有英伟达索尔的选项。那除了这个芯片之外呢，可能就是英伟达 Orin X 了。软件匹配的是千里浩瀚 H7 的方案。但是啊，这台车辅助驾驶打开之后，你会觉得跟我们自己驾驶这台车的风格完全割裂的。我们自己驾驶就是很敏捷，很有肌肉感，但是打开辅助驾驶，你会发现它非常稳，非常的谨慎。当然，我觉得这绝对是一个正向的评价，因为现在辅助驾驶边界还是很强的，所以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绝对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事情。但是啊，即便如此，你看我们今天还尝试了一下车辆掉头，它是可以自主掉头过去的。
不过呢，我觉得开上这台车，我个人是舍不得开辅助驾驶的，因为我太想自己去开它了。你看我们现在路面平坦，它底盘就很硬，但不是纯硬，是那种很韧的硬。然后当我变道的时候，你看它就是灵活性真的很强，车尾也没有什么多余的晃动，整个你就觉得它的车头和车尾是一起过来的。但当我们驶入颠簸路面呢，它又会变成悬架比较软的风格，然后过减速带的时候也很有支撑，但也没有多余的晃动，就真的觉得太喜欢开了。我太喜欢开这种，即便我将来成为了母亲，抓着方向盘，我也首先是自己的感觉。OK。放下方向盘，放下找回自己的感觉，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这台车是如何装下全家的。那关于它的外观造型，我们之前静态讲解已经说了很多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翻看之前的视频。那现在我们就直接进入车内，看看它的家用表现到底是怎么样的。车内有几个亮点啊，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就是它的23个扬声器的哈曼卡顿音箱，但这一次呢，你看前面它有一个可升降的模块，而且它有一个很好用的功能啊，就是它把音箱和空调出风口做了一个整合。你看我现在把风调成吹人，它就缓缓的升起来，仪式感特别强。同时呢，这个角度吹出来的风可以直接吹向你的上半身，我觉得还是很舒服的。另外呢，就是这一大块屏幕里面内置的车机系统 Flyme Auto 2.0。那领克的 Flyme Auto 车机我们之前都知道很好用，很丝滑。那这次 2.0 也是给你的体验感和功能性都非常棒。同时呢，它内置的哨兵模式也新增了一个功能，就是灵敏度分为5档可调。像我们之前用哨兵模式，很多时候就会觉得它好像有点太灵敏了，每次上车20-30条异常，结果打开一看，其实就是路过一个人，有点太麻烦了。但这次你可以自己调节它的灵敏度，根据你的喜好去选择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你看我摁这儿，它还是一个储物，很薄，为什么呢？因为它在下面新增了一个冰箱，而且这个冰箱最高能到50度，最低是零下6度，也就是说冬天夏天都好用。尤其是我们今天拍摄啊，温度特别高，冰箱真的是太能带来幸福感了。还有一点就是很多冰箱它喜欢做成2排的那种抽屉式的，但这个呢，它做到了主驾驶的这个扶手箱，我觉得前排用户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并不是完全取悦后排用户的。就这一点，我作为驾驶位的人来说，也感觉被尊重、被宠爱，就还挺悦己的。坐进后排，你看我身高1.7米，现在坐进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它有这个有点溜背的造型，会不会让头部空间有点局促？其实我这个身高坐进来还行，但如果说你真的是1.9米的身高的话，那我觉得你可能还是坐在前排会更加合适一些。但这台车有一个理念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没有给任何人特权，而是车内所有的人都是平权的。你比如说，前排和后排这4个座椅，每个座椅都有加热、通风和按摩。那你像现在有很多主打家庭的车型，其实后排的座椅功能都没有这么全。你比如说小米预7说了半天主打家庭，结果后排连通风都没有。但这台车你不光有通风，还有按摩的功能，所以你无论坐在任何一个座位上，都感觉我们的权限是一样的。另外呢，就是它作为一台轿车，还给了你一个小桌板，这样的配置呢，我们可能在行政级的车上或者说 SUV 车上见的比较多。那我觉得这个配置还是挺讨喜的，无论是你照顾小孩，让他做作业呀，或者说你自己办个工、吃个饭、化个妆，其实都是非常方便的。而且2排还有一个重点能提升我们的用车幸福感，就是它的空调出风口不光中间有，而且 B 柱还有。那这样的话，空调的风就可以直吹到我的身上了，所以你会觉得我坐在车内的任何一个位置都没有被选择或者被亏待的感觉。整体看下来，我觉得这台车啊，就是看起来很领克，开起来也很领克，而且它的整个风格和理念也非常的领克，我真的特别的喜欢。你比如说，它作为一台家用的轿车，并没有去给你卷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全车平权以及它的4驱这些动态表现上。我觉得它就是让车回归了车，而让车里的每一个成员也都回归了自己。作为家长不会被亏待，那作为宝宝呢，也不会被过度的优待，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这台车也首先是一台车，你们喜欢这样的风格吗？当然，对于这台车来说，我觉得大家最关注的点肯定还是它的售价了。那它给到的信息是30万之内唯一标配激光雷达和4驱的车型，但是呢，我要给大家一个参考啊，就是比它第一个级别的07EMP，它的起售价是15.98万，现在优惠2万下来之后是13.98万。那这台车呢，定位更高，尺寸更大，而且配置也更全，你们觉得它定价在多少会比较合适呢？